大家还记得恒大暴雷时的震撼吗？那曾是中国经济领域最大的地震之一。如今，一颗比恒大更大的雷正埋伏在我们脚下，随时可能引爆。这一次，风暴的中心不在楼市，而是在中国引以为傲的新能源车行业。近日，一则关于比亚迪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中国商务部居然紧急约谈了这家新能源汽车巨头。究竟发生了什么？原来，一场涉及0公里二手车的惊天骗局正浮出水面。新车秒变二手车，销量数据造假，库存车辆藏进烂尾楼，这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桥段正在现实中上演。故事要从一辆奇怪的二手车说起。一天，有位消费者走进二手车市场，惊讶地发现一排崭新的比亚迪汽车，座椅塑料膜都没拆，里程表上居然是0公里。这些车外观和新车无异，却挂着二手车的牌子在出售，这难道是穿越了吗？新车怎么瞬间成了二手车？原来，这背后藏着车企和经销商为了冲销量去库存而玩的套路。0公里二手车指的是那些刚上完牌但没有实际行驶过的新车，经销商把这些车先上牌，注册为已售车辆，制造出销量完成的假象。接着，这些上过牌的新车摇身一变进入二手车市场，以二手车的名义低价卖给消费者。表面上看，车是卖出去了，销量数据好看了，库存压力也减轻了，但实际上，这些车根本没真正到终端用户手里，只是在数据上做了个游戏。更有甚者，一些不良商家借此套取政府的补贴红利，他们低价收购这些0公里二手车，在名义上报废一辆旧车与之置换，每辆车就能申请高达1-2万元的政府补贴，拿到补贴后再转手卖车，相当于空手套白狼，把本该惠及真正换车消费者的补贴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种向下套利的玩法显然违背了政策初衷。更夸张的是，有媒体曝光部分车商为了不让库存车露面，竟然把崭新的汽车藏进了荒废的烂尾楼里。没错，你没听错，这和房地产的烂尾楼一样，汽车行业也出现了烂尾车库。一些无人问津的新车停在空荡荡的楼层里蒙尘，等待日后以二手车身份偷偷处理掉。这画面诡异的像电影情节，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难怪有人调侃烂尾楼里藏新车、新能源汽车，这是在和地产行业梦幻联动。更有网友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的存在。有一段网络热传的视频显示，在某地一栋废弃烂尾楼的楼层里，停满了崭新的新能源汽车，而在公开销售渠道，这些车却被声称现车紧缺，需要等待。视频证据让0公里二手车的猫腻彻底曝光于大众视野，引发无数惊叹和质疑。这一惊天骗局最早只是行业内的潜规则，但最近终于被揭开了盖子，引发轩然大波。就在不久前，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公开点破了这个秘密。他说，现在市场上那些所谓0公里二手车，其实就是经销商为了去库存搞的把戏，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销售秩序和价格体系。消息一出，哗然一片，原来各大厂商都在玩这样的套路。其中，中国新能源车龙头比亚迪更是陷入舆论漩涡。据传，比亚迪的部分车型大量存在0公里二手车现象，一时间质疑声四起。比亚迪风光的销量数字到底有多少水分？是不是有人在为这些车默默承担损失？甚至有传闻称，有些比亚迪经销商因为库存压力过大，资金链断裂而关门跑路，场面颇似当年楼市崩盘时开发商弃楼逃债的戏码。要弄清0公里二手车乱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得把时间轴拨回到更早一些。从2009年开始，中国启动了新能源汽车购车补贴政策，一场长达13年的产业狂欢就此拉开序幕。在政府真金白银的扶持下，新能源车企雨后春笋般冒出，技术进步飞快，产销量节节攀升。那段日子被称为新能源车的黄金时代。然而，金光闪闪的表面下也埋下了隐患。一些企业过度依赖补贴过活，甚至不惜通过虚报数据、假装销售来骗补。随着技术成熟，补贴逐步退坡。2019年，各地的地方补贴开始退出，直到2022年底，
中央层面的购车补贴也完全终止，这无异于一下子抽掉了部分车企的呼吸机。过去靠政策续命的造车新势力们，顿时暴露出自身造血不足的问题。果然，补贴一断，立马有一批玩家支撑不住了。威马汽车、拜腾、起点、天际，还有恒大旗下的恒驰等等，一个个曾经雄心勃勃的名字相继陨落。有的车型连量产都没坚持多久就猝死，投资人血本无归，留下的教训是过度烧钱扩张和产能过剩的苦果。即便挺过初创期的一些头部造车新势力，当年也并非高枕无忧。蔚来汽车就在2019年前后一度濒临破产，幸亏地方政府伸出援手注资，这才涅槃重生，后来勉强站稳了魏小李三强的格局。由此可见，在没有补贴的日子里，哪怕明星车企也曾离崩盘只有一步之遥。然而，行业的大洗牌并没有就此结束。补贴时代落幕后，幸存下来的车企们面临更加白热化的市场竞争，加上全球玩家涌入，内卷可以说到了空前的地步。为了活下去，各家开始各显神通抢夺客户，其中最简单粗暴的招数就是打价格战。在这场生存之战中，车企之间的明争暗斗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价格拼得你死我活，同行之间甚至开始互揭短、下狠手。2023年，长城汽车就公开举报比亚迪旗下部分混动车型油耗排放不达标，试图借监管之手打击竞争对手。比亚迪随即强硬回击，指责对方抹黑。这种针锋相对的场面在往年汽车圈极为罕见，显示出竞争已经白热化。2023年初，一场史无前例的汽车价格大战席卷全中国。起初，部分地方政府和厂商为了清库存，在某些地区推出了力度空前的优惠活动，比如湖北一度出现燃油车直接5折出售的惊人折扣，引发市场轰动。而在新能源车领域，行业标杆特斯拉率先降价，马斯克的猛烈攻势让中国本土厂商倍感压力，不得不跟进促销。短短几周内，几十个品牌扎堆发布降价方案，从纯电动车到混合动力车，价格一降再降，仿佛不要钱似的。那段时间，消费者每天都感觉像在看股票行情，昨天还在观望，今天车价又降了，谁也不想当冤大头，早买贵了车。有人打趣说，买车跟炒股一样，得猜市场的底部。然而，这场看似让利消费者的狂欢背后，车企和经销商却在流血。新车一辆接一辆卖出去，但利润已经薄如刀片，很多厂商几乎是在赔本赚吆喝。以比亚迪为例，在销量冲上行业第一的同时，利润率却在下滑。最新数据显示，比亚迪的毛利不断被压缩，净利率跌到了只有 4% 左右。这意味着什么？卖100块钱的车只赚4块钱不到，可想而知。如此激烈的价格战下，企业利润被榨干，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陷入亏损。更棘手的是，价格战打到后来几乎变成了骑虎难下，头部企业还能勉强撑住，可一些2、3线品牌已经招架不住，你想我也想，到最后大家都没得赚，市场却被培养的对降价麻木，甚至有点上瘾了。不少消费者养成了等等党的习惯，反正新能源车更新换代快，不如再等等看，说不定下个月更便宜。这进一步加剧了销售的不确定性。为了挽救销量，各种变相的优惠补贴层出不穷。有些地方政府不愿自家龙头企业的销量难看，又祭出购车补贴、消费券等刺激政策。一时间，明里暗里的补贴潮和企业让利交织在一起，仿佛补贴泡沫在市场端又吹起了新气球。只不过这次买单的不再是中国财政，而是车企自己和他的经销商们。企业亏着钱冲量，经销商压着库存卖车，这种透支未来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短期看来，轰轰烈烈的价格战让消费者占了便宜，但长期而言却为整个行业埋下了隐患。车企们拼得两败俱伤，最终谁都很难真正赢得未来。价格战和虚假销量的连锁反应很快传导到了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首先是经销商渠道叫苦连天，
当厂家悄悄把库存车算作已售押给下游时，经销商就背上了沉重的库存包袱。一旦厂家突然官宣降价，之前高价拿车的经销商立刻面临倒挂亏损。最近比亚迪的一次降价，就让不少 4S 店库存车瞬间贬值，只能赔本甩卖。有的经销商一怒之下选择退网，甚至关门不干了。据传，已经有几十家 4S 店老板扛不住压力跑路，留下空荡荡的展厅和一堆卖不出去的新车。这戏剧性的一幕，不禁让人联想到当年房地产中介的关店潮，以及某些开发商人间蒸发、弃楼逃债的场景。除了销售终端，供应链上游也在经受煎熬。新能源汽车的生产需要大量电池、芯片和零部件供应，而当主机厂自己日子不好过时，往往会把压力转嫁给供应商，例如拖延货款、要求降价、拉长结算周期等手段都在悄悄上演。据业内人士透露，比亚迪通过各种供应链融资方式占用了供应商巨额资金，有人估计这笔隐形欠款规模高达数千亿元。换句话说，大量零部件厂商相当于变成了比亚迪的债主和银行。在恒大帝国崩塌之前，他也是用类似手法欠下施工方和材料供应商无数债务，最终酿成全面债务违约。与此同时，上游原材料市场也充满了过山车般的风险。以电池关键原料锂为例，价格曾在短短1年内暴涨数倍，随后又断崖式下跌过半，令整条供应链措手不及。电池供应商龙头宁德时代甚至推出锂矿返利计划，与整车厂共担原料价格波动，希望帮助车企降低成本，稳定供应。然而在这种行情下，供应商的利润本就被压缩，如果还长期收不到货款，无异于雪上加霜。假如有一天这些供应商集体撑不下去了，会发生什么？一方面，部分关键零件可能断供，整车厂生产将遭受打击；另一方面，供应商自身也可能资金链断裂倒闭，导致失业潮和金融坏账。更大的隐患在于，这种链条式的风险具有传染性。一家龙头企业若出现资金危机，立刻会拖累上下游一大片公司跟着遭殃。更令人担忧的是，0公里二手车等灰色手段的盛行，正在扭曲行业正常的优胜劣汰机制。按理说，市场竞争会淘汰落后的品牌和过剩的产能，让资源得到重新配置。但现在，一些本该出局的车型和企业，通过把车转移到二手渠道或偏远市场，暂时苟延残喘，反而继续占用着资源。这就像经济体系里养着一批僵尸企业，短期内看似维持了繁荣，长期却埋下更大的危机。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如今都如履薄冰，消费者层面也开始失去信心。如果新车市场价格混乱，二手车又充斥猫腻，谁还敢痛痛快快下单买车？不少消费者担心，今天买了车，明天就掉价，或者觉得车企玩这么多花样不踏实。一旦信心动摇，市场需求可能进一步萎缩，整个行业就真的走到了悬崖边。如今，汽车产业链上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能感受到这场崩溃危机的含义。从整车厂到供应商再到消费者，大家都明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行业乱象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监管部门终于坐不住了。2025年5月27日下午，中国商务部紧急召集多家车企和行业协会开了一次闭门会议，把比亚迪、东风汽车等头部企业以及二手车流通平台代表都请来，专题研讨0公里二手车问题。据路透社报道，这次闭门会议就是要直面行业里的这些不规范操作，敲响警钟。消息传出后，很多人解读为官方在对车企们吹响整顿号角，尤其点了比亚迪的名，仿佛是在警告别玩过火了。虽然官方措辞比较委婉，称这是研讨会而非批评约谈，但从议题看，用意十分明确，打击虚假销售、套取补贴等违法违规行为，整顿市场秩序。商务部要求与会企业对这种上牌及转售的新型销售模式进行解释，讨论其是否侵犯消费者权益，违背销售合规。简单说，就是在质问车企把新车当二手车卖是否合法，以及对消费者来说公不公平。此外，监管层据传还要求企业公开透明地披露库存和销售的数据，不要再玩数字游戏。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一些地方政府对这些灰色操作多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了冲业绩默许其存在。但如今中央层面出手，显然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再任由乱象蔓延，不仅消费者利益受损，整个产业的信用和国际形象也会出问题。与此同时，官方也在寻找化解库存压力的办法。据了解，会上还讨论了引导这些零公里二手车参与出口等思路，试图为滞销的新车找到海外市场出路。与其在中国市场恶性倾销，不如通过正规渠道出口到有需求的地方，这样既盘活库存，又减少对本土市场的冲击。事实上，中国电动车近年来大量出口，已经成为不少厂商消化产能的关键途径。然而，这同样不是万全之策。欧洲市场已经提高了警惕，欧盟在2023年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扬言要征收高额关税。如果海外销路受阻，中国过剩的产能将更难以排解。总的来说，商务部此次出面干预，目的就是为失控的新能源车大战踩下一脚急刹车。一方面遏制企业的数据造假和畸形手段，另一方面维护市场长期信心，避免产业真的掉下悬崖。这场闭门会议就像是监管部门给车企们当头敲响警钟，意思很明确，游戏可以玩，但别把整个行业玩崩了。面对监管部门的敲打，各大车企的反应则相当谨慎低调。比亚迪等厂商并未就零公里二手车事件公开发表评论，一些业内人士则辩解此次会议只是正常的行业研讨，并非专门针对某一家企业的批评约谈。然而在公众眼中，官方出面干预本身就说明问题严重，这些曾经被默许的灰色套路注定行不通了。不过，这场监管风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乱象，还有待观察。可以肯定的是，整个行业已经接收到来自高层的警示信号。这一系列现象背后，人们开始不寒而栗地发现，中国新能源车产业仿佛正走上一条和恒大当年类似的路，甚至规模更庞大，牵连更广。恒大化俨然成为笼罩在这个行业头顶的一大阴影。回顾恒大帝国的兴衰，我们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恒大当年靠高周转和高杠杆迅速做大，一路拿地盖楼，扩张版图，表面风光无两，但背后却是债台高筑，靠着预售和借债滚动资金。为了粉饰业绩，恒大甚至在楼盘还没完工时就提前把房子卖掉，造出销量火爆的假象。最终，当资金链崩断，遍地烂尾楼，供应商讨债，业主维权的惨剧一夜之间爆发。如今的新能源车行业何尝不是类似的写照？车企们在政策和资本的推动下大干快上，新工厂遍地开花，新车型层出不穷，销量数字节节攀高，股价市值也水涨船高。以比亚迪为例，这家公司近年风头无两，不仅销量问鼎全球，市值一度超过了不少传统车企巨头，令投资者趋之若鹜。然而，正如恒大曾被视为绝不会倒的行业旗帜，比亚迪等新能源巨头是否也埋藏着不为人知的风险？当年的造车热潮甚至把许多外行巨头都卷了进来。例如，房地产龙头恒大曾高调宣布造车，声称年产数百万辆，邀请各路明星站台造势，一度轰动一时。然而，恒大汽车的恒驰项目最终却草草收场，几乎没造出几辆车，只留下巨额投资付诸东流。还有不少跨界造车的风潮同样以失败告终。这些插曲说明新能源赛道当时有多炙手可热，也从侧面预示了其中暗藏的泡沫。前文提到的那些迹象已经令人心生警惕：虚增销量、隐藏库存、寅吃卯粮式地拖欠供应链款项、经销商体系频频亮红灯，这些都像极了恒大当年的危险举动。甚至有分析人士直言，比亚迪的债务风险恐怕已逼近甚至超出了恒大地产。当这种话从业内传出时，不由得让人倒吸一口冷气。难道我们引以为傲的新能源领军者真的有一天会像恒大那样轰然倒下吗？更大的问题是，一旦新能源车领域爆发类似恒大的危机，其影响可能比地产更为复杂而深远。毕竟，汽车产业链涉及大量高科技制造业，上下游有众多中小企业，还有千万计的车主、消费者。一家龙头车企要是爆雷，不仅供应商和经销商跟着遭殃，
消费者的售后服务、二手车残值都会受到拖累，甚至会波及金融体系，比如汽车贷款和融资租赁等相关市场。从社会角度看，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制造业和就业领域，其震荡将比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更直接的经济冲击。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是中国近年来力推的战略新兴产业，是在国际上争夺话语权和技术领先地位的重要领域。政府恐怕绝不愿看到这个领域像恒大那样崩塌，因此可以预见，监管层会比当初对地产更早、更积极的介入，尽量避免最坏的结局发生。就像这次商务部紧急出手一样，接下来很可能会有更多政策措施出台，引导行业软着陆。也有乐观的声音认为，车市不同于楼市，电动汽车还有广阔的全球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空间。只要熬过眼前的困难，中国的新能源车企未必不会绝处逢生。在经历这一轮洗牌后，能够存活下来的企业将更加健康稳健，有望在国际竞争中大展拳脚。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当下真的汲取教训，告别寅吃卯粮和虚假繁荣，重建行业的良性生态。即便如此，当下的种种乱象已经在给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如果不及时自我纠偏，加强透明度和风险管控，中国新能源车的神话可能会迅速幻灭。长远来看，车企必须踏踏实实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建立可持续的盈利模式，而不能再一味烧钱扩张，玩数字游戏。投资者和消费者也需要保持理性，别被表面的高增长所迷惑。恒大的故事已经证明，不管巨头看起来多么稳固，只要走上寅吃卯粮和盲目扩张的不归路，最后都难逃崩塌的命运。今天我们在新能源车领域看到的一幕幕，仿佛是历史的回声。希望这些阴箭之语能促使行业在狂飙突进之余停下脚步，三思未来的路，别让中国新能源的光荣梦想最终变成另一个撼动社会的超级大雷。不管怎样，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然来到命运的十字路口，是凤凰涅槃还是重蹈覆辙，结局取决于接下来整个行业上下的选择与行动。纵观全局，我们不禁要问，这颗比恒大更大的雷真的会爆吗？中国新能源车产业能否及时踩下刹车，避免重蹈恒大的覆辙？如今监管层已经介入，企业能否痛定思痛，转变策略？一场生死考验正在展开。中国新能源汽车走到今天实属不易，这个行业承载着技术创新的希望，也寄托着产业升级的梦想。正因如此，我们更不愿看到它因一时的贪功冒进而陷入危机。眼下0公里二手车风波还在持续发酵，价格战的后遗症逐步显现，监管层接下来会祭出什么新举措？行业会朝怎样的方向调整？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持续关注。这场大戏远未落幕，比亚迪们能否安全度过此次难关？中国新能源车的未来将迎来凤凰涅槃般的重生，还是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震荡？我们拭目以待。在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也将继续追踪报道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为大家揭开更多真相。希望下一次再提起这些名字时，不是因为爆出了更大的雷，而是因为迎来了真正健康稳健的成长。